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欢迎收看 AD 爱理财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黄金，但是却很少人知道为什么黄金会成为最让人趋之若鹜的金属商品。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黄金的前世今生，一起揭开黄金的富贵面纱。人类的文明与黄金脱离不了关系。古代埃及人十分推崇黄金，因为他们崇拜太阳，并且将太阳神化。黄金的颜色就像太阳一样闪闪发亮，而且不容易褪色，被称为可以摸得到的太阳。黄金在埃及就是永恒的代名词。2021年3月，在中国四川的三星堆出土了一个距离现在4000年以前的残缺黄金面具，说明了中国人在有历史记载以前，也对黄金有着非一般的狂热。黄金在中国就是富贵与权力的化身，还记得吗？中国大妈还一度是金价飙涨的幕后推手呢。在印度教的信仰之中，黄金就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，很多印度出土的文物都是由黄金打造而成的。印度人还认为黄金是能够带来幸运的金属。看看金光闪闪的宝莱坞服饰，我们就大概也不难理解。还有一个消失的文明巴比伦，也是黄金的爱好者。古代的巴比伦、苏美尔人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的民族。从那里出土的黄金饰品，距离现在已经超过5000年了。由古至今，黄金在人类史上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种金属，没有之一。在19世纪以前，人类生产黄金的能力非常低，黄金的总产量还不到1万吨。18世纪的一整个100年，黄金仅仅生产200吨。1819年，英国人把他们的纸币的币值用国家的黄金来计算，也就是根据手上黄金的多寡来发行钞票，这个就是著名的金本位制度。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也开始效仿金本位制度。由于黄金受到重视，18世纪开始，世界各地就出现了许多淘金潮。美国的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当时也是因为淘金而出名的，很多中国人远渡重洋的到三藩市去淘金寻梦，因此三藩市也被人称作旧金山。此外，澳洲和加拿大也先后发现了金矿，而吸引了许多移民。整个19世纪就是一个淘金的世纪。到了20世纪，由于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，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大萧条，人们手上的货币严重贬值，大家开始变得不再相信纸币，转而拥抱黄金。持续了1个世纪多的金本位制度终于瓦解。1971年，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，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正式画上了句点。但是黄金的价格不但没有下跌，而是屡创新高。1970年代，黄金的价格是1盎司35美元，史上最高的价格是2020年的黄金突破每盎司2020美元。现在黄金的价格约为每盎司1800美元。黄金用50年的时间上涨了5800%，真的是满满的惊喜。接下来为大家简略的介绍黄金的基本特性。欢迎来到 AD 小教室，闪亮的金子。金是最早被发现的金属元素之一。几千年来，这个拥有致命吸引力的金黄色金属就像是富贵的象征。每一个时期都出现了不少炼金风潮，大家都想要以人工的方法快速的炼制成金。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实现了古代炼金师的梦想，掌握了炼金术。他们可以从海水中提取金，也可以在粒子加速器中把汞和铅变成金，还可以从铂和铱金属制成不稳定的金，只是成本太高，没有广泛量产。金子自古以来就被人类追捧的最大原因就是物以稀为贵。金的外观是金黄色，带有金属光泽，它的物理性质超好，韧性好，延展性好，比起其他金属更柔软，容易展延，容易铸造，可以拉成细丝。1盎司的黄金大概是28克的黄金可以拉成80公里长的金丝。黄金还可以打造成薄片，最薄可以碾成厚度为 0.001 毫米的金箔，还可以拿来吃。金的熔点很高，摄氏1064度才会开始融化，沸点也高，摄氏2087度。所谓的真金不怕火炼就是这个意思。金的密度很大，手感沉淀，同时也是热和电的良好导体，而且黄金容易被磨成粉状，分散在我们的自然界中。金的化学性质，金在铸造成型后能够抵抗生锈、抵抗腐蚀，不会变得暗淡无光。它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在第11族，属于过渡金属，是化学性质最不活泼的几个元素之一。金的元素符号 Au， 原子序79，原子量197，不容易强酸，只容易亡水。金的用途，由于人类的爱慕虚荣，沉迷于黄金的美貌，
黄金就被制成各式各样华丽的首饰和奢侈的物件。市面上的黄金有 50% 都是用来制作成珠宝，另外 40% 用来投资，剩下的 10% 是工业用途。它广泛的应用在重要的现代高科技产业中，例如电子、通讯、宇航、化工、医疗等等。世界上所有的黄金总量大约为205000公吨，预计将会在2025年左右全部被开采完毕。目前黄金储存量最多的国家有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中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。看完以上种种黄金的小知识，你们是不是也对黄金产生了收集的欲望呢？我们常说分散投资，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那我们需要放几个篮子才能够确保我们的投资安全无虞呢？我的建议是4个篮子，一个是现金，一个是债券，一个是股票，一个是黄金。这4个篮子都有相对应的基金，它们分别是现金基金、债券基金、股票基金和新鲜热辣刚刚出炉的黄金基金。拥有了这4种基金，就等于完善了我们的资产配置和投资的组合。这4个篮子可以帮助你找到你的个人财富自由的密码，堪称投资理财的黄金组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请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在以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